这个单元要谈的是父母行为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有3种父母的行为会影响子女的发展。第一种叫做直接教学法，第2种叫做示范，第3种叫做回馈。直接教学法是指的父母亲直接的告诉孩子应该做什么，或者是不应该做什么。但是如果以命令的方式来要求子女的话，比如说打扫房间、关电视，这样的语气对孩子的教养可能不是很有效，而是应该告诉孩子这件事涉及了什么，什么时候做，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用解释的语气来替代对孩子的命令。比如在这张图当中，孩子的房间有一点凌乱，母亲进来的时候就希望他能够把房间收拾。子女的回答是好啊，等一下会收。但是母亲对孩子目前的行为不是很满意，希望他不要再滑手机了。小朋友回答的是知道了，不要再念了。但是母亲离开的时候以一个比较命令的口吻或者是责备的口吻说，知道了，还在滑手机吗？我们在另外一个例子当中，母亲进来的时候，孩子正在看影片，母亲很关心地问，现在在看什么？子女回答，刚做完功课，想休息一下。那看完了这个影片之后呢，要早一点去休息。孩子的回答是有规划进度，希望母亲不要担心。这样的2个例子当中，我们就会发现直接教学的方式对孩子是经常发生的，而且父母亲对孩子的直接教导的态度，对于孩子接受的程度是很有影响的。我们也可以透过直接教学的方式来帮助孩子掌握社交以及情感的技能。父母亲可以向孩子解释情绪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小华很伤心，因为你弄坏了他的蜡笔。这样子小朋友可能就知道因果的关系，情绪和行为之间的连结。父母也可以教孩子如何去因应比较困难的社交情境。通常接受父母这些教导的孩子，往往有比较高的社交技能，跟父母之间的相处也比较融洽。第2种方式叫做示范，那就是孩子透过观察，从父母亲的行为当中学习，而能够表现出类似于观察到的行为。透过观察而来的学习，有的时候也会学到不应该做的事，比如说看到攻击另外一个小朋友可以得到他的玩具，这样子的情况，可能我们会认为攻击是可以效仿或者是学习的。又例如年长的兄弟姐妹打闹的时候，不小心跟朋友有肢体上面的一些接触，父母亲就惩罚哥哥或姐姐，对于年幼的孩子就会学到用肢体的方式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行为。透过观察而学习来的行为，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身教胜于言教的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当父母亲经常用严厉的体罚来管教孩子的时候，这些孩子在未来成为父母的时候，也有可能效仿自己的父母的教育的方式，用比较严厉的体罚来管教自己的孩子。第3种教导方式是回馈，父母透过给孩子的回馈，对孩子表示目前的行为是不是可以被接受，是不是适当，而这样的行为是应该继续还是应该停止。回馈有2种形式，第1种形式是强化，第2种形式是惩罚。强化是针对孩子的行为给予好的回馈，可以透过赞美对孩子的这个重复再出现适当行为有所鼓励，或者是也能够促进他们的学习以及兴趣。惩罚呢，是父母针对不鼓励孩子
持续的行为，而出现禁止的这样子的反应。当孩子在学校成绩表现不好的时候，父母亲可能会用惩罚的方式来告知孩子，这是父母亲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也可能用禁止孩子进行他们所喜欢的活动作为惩罚。以上我们对于父母的行为的3种类型，直接教导、示范以及回馈，对于子女的人际关系、行为以及发展的表现上面都有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父母亲常用这3种的方式来回应子女的行为，对于子女而言，这样的一种回馈也非常的重要。